穿越奧特世界成為貝利亞遺傳基因製造的實驗體，卻因為銀河帝國的覆滅而慘遭黑暗洛普斯的追殺。好在一個路過的藍族奧特曼及時將你從帝國廢墟救出，並且在他的幫助下成功將海帕傑頓封印在你的體內。從此宇宙中便多了一個實力強大的街溜子。賽羅見到你就趕緊武警帕拉吉之盾，歐布借完力量直呼高利貸。此時的銀河帝國舊址中，只見一個身影緩緩從廢墟中走出。你看着眼前的景象，還沒來得及吐槽穿越的弟弟，就見3個巨大的機器人出現在你的面前，並且造型和黑暗洛普斯一模一樣。機器人見到你後立馬發出聲音，檢測到目標攜帶 B 因子，執行清除計劃。下一刻，一道紅色的光線便從黑暗洛普斯眼裡射出，好在你動作足夠麻利，轉身便躲過了致命傷害，並向前逃去。然而下一刻，2個黑暗洛普斯縱身跳躍，便落在你的前方，瞬間將你包圍起來。眼看你剛穿越過來，就要跟這個世界說再見了。就在這時，一道藍色身影出現在一個黑暗洛普斯身後，緊接着對方連續施展出3道光線，轟擊在黑暗洛普斯後背。踉蹌，趁此機會，藍色奧特曼化為一道光芒將你包裹，然後迅速離開了這個危險之地。不多時，一片空地內，藍色奧特曼緩緩展開右手，你抬頭看向藍色巨人，不由自主脫口而出：托雷基亞，你怎麼會在這裡啊？你認識我？聽你叫出自己的名字，托雷基亞對你更加好奇起來。自然是認識你，只不過你和我印象裡的有些出入。此時的托雷基亞還沒有將混沌格里姆德封印進自己體內，身上也沒有那層暗黑裝甲，看起來確實和那個優雅至極的反派有些出入。聞言，托雷基亞接着說道：我本想在銀河帝國舊址考古，沒想到你這人類倒是提前了我一步，真是有趣至極。說罷，托雷基亞已經對你進行了一個全方位的掃描。果然如我想的一樣。你想的是什麼？你有些懵逼地看向托雷基亞，不明白他此刻到底在想些什麼。在你的體內有貝利亞的遺傳因子，我之前在銀河帝國遺跡遇上你，就在猜想究竟是什麼人才會出現在那種地方。這麼一想，情況就明了起來。你是利用貝利亞遺傳因子培養出來的生命體，不過你的基因方面好像有點缺陷。聞言，你頓時激動起來。我體內有貝利亞基因，豈不是說我在某種意義上算是傑德的哥哥？幾百年轉瞬即逝，伊卡諾斯星，自上次托雷基亞救下你之後，已經過去了好幾百年了。因為你體內有貝利亞基因的緣故，導致托雷基亞對其格外的感興趣，甚至於花費大量時間以及物資為你補全缺陷，才讓你恢复到如今的戰鬥姿態。此時，你正拿着從内克爾星人手中借來的材料，来到了一處隱秘至極的實驗室內。此前，在你的再三請求下，托雷基亞同意了在制作封印格里姆德裝置的同时，給你也制作一個能夠將怪獸封印到體內的装置，但條件就是你要為他找尋各種材料。為此，你不斷在宇宙中找你的宇宙人朋友們借各類材料。這時，托雷基亞将一個名為终末之眼的封印道具交到了你的手中。你拿起道具在手上把玩了一會儿，然後看向托雷基亞詢問道：這個封印道具的上限是多少？能封印奧特之王那個級別的存在嗎？你這個問題我沒辦法回答，我是对標混沌邪神制造的，想必宇宙中大部分怪獸都能被封印。大部分怪兽。聞言，你緩緩搖頭。其實對於封印的怪獸，你心裡還是有一些目標的。強大的怪獸不計其數，就是不知道自己能遇上哪。终末之眼的封印上限又在哪裡？而且還有一個大問題，就算讓自己遇到這些，也完全打不過。怎麼將怪獸封印進自己體內？真是有些惆悵啊。老托，要不你将混沌讓給我得了，改天我給你找一個更強的，怎麼樣？此話一出，托雷基亞的臉頓時黑了下來。滾犊子！老托，你說髒話？你擺出一副十分驚訝的樣子。我萬萬沒想到，一向以優雅著稱的托雷基亞居然開始說髒話，到底是傲性的扭曲，還是道德的淪喪？夠了！托雷基亞的臉更黑了。你這家伙還真是走到哪裡演到哪裡。與你相處的幾百年時間裡，他沒少被氣，本以為自己已經習慣了，但現在看來還是修行不夠。托雷基亞搖了搖頭，將這些雜念拋到一邊。現在不是計較這些的時候。只見他從實驗台上取出一個銀色的手環，隨意丟給你。這是一個宇宙星圖，裡面有我探索宇宙時記載下來的所有坐標。以後你可以憑借上面的坐標，找到跨越宇宙的星門，從而進行宇宙間的穿梭。找星門啊！我還以為你將赛羅的帕拉吉之盾複製出來了。你拿着银色手環表示很失望，范頓星人一眼的事。托雷基亞，你咋就不行呢？算了，有总比沒有好。你把玩着银色手環，十分新奇的進行摸索。這個紅色按鈕是什麼？用來打開星圖嗎？對，托雷基亞點了點頭。只要你按下手環上的紅色按鈕，就能打開星图，根據上面的坐標尋找星門所在。這個操作方法還是挺簡單的。說着，你想看看托雷基亞安置的星图有多完善，毫不猶豫地按了下去。下一刻，你的腳下便出現一個小型蟲洞，沒有絲毫準備，你瞬間就被蟲洞吸了進去。看到這一幕，托雷基亞不急不緩地取下實驗台上的托雷基亞之眼，並將剛才沒有說完的話說出。按下紅色的按鈕，就會在腳下打開一個時空蟲洞。因為這是根據4次元怪獸布魯頓制作出來，還沒有徹底完善，所以最後的地點位置，不過以你的實力，大部分地方都可以去的。希望你的旅途非常愉快。而我也該去混沌牧場，將时代的混沌封印進我體內，以此作為我的能源，然後去深邃的宇宙中追尋答案。與此同時，時空蟲洞將你傳送到了一座城市的天台上。你站在高空眺望着遠方，竟發現街道上無比寂靜，連一個人影都沒有，搞不清身處何地的你，直接化為一道光芒降落在地面，以人類的模樣行走於街道之上。就在這時，4道機甲音突然傳來，聽見動靜，你朝聲音的來源趕去，想要從對方口中了解這個世界變成這樣的原因。不多時，一座大橋上，只見2台機甲中間圍着3個人，一個穿藍色衣服的男子，一個穿超級勝利隊制服的男子，以及一個小孩。而你在看到他們的一瞬間，腦海裡就浮現出一股記憶：武藏大河望。這個世界是奧特傳奇的世界，難怪城市裡一個人影都沒有，還有一股子絕望和壓抑的氣息。正當你挖掘腦海中的記憶時，機甲上的2個女駕駛員就發現了你。原本對你懷有敵意的2人，在得知你有個科學家朋友，並且有可能制造出離開這個宇宙的飛船後，態度立馬發生了轉變。見此情景，你不由得感嘆托雷基亞的話說得真對，人類就是混沌的集合體。緊接着，你將目光投向藍色衣服武藏，開口說道：武藏，你出門的時候沒有帶傑斯提斯嗎？此話一出，武藏的眼
睛都瞪大了一分。你認識我？還認識傑斯提斯？你們兩個我都認識。你嘿嘿一笑，朝武藏走去。其實我和德拉西翁更加熟悉。聞言，武藏雙眼一正，像是想到了什麼。這個宇宙變成這樣，是德拉西翁幹的。一想到千兆恩多拉的恐怖，武藏就感覺渾身一陣冰涼。沒有傑斯提斯在場，高斯可沒辦法和德拉西翁講道理。見狀，你似是猜出了武藏心裡在想些什麼，於是便安慰般的拍了拍他的肩膀。德拉西翁可沒有那麼閒，只是讓我來通知你而已。通知我什麼？武藏一陣疑惑。德拉西翁說，當整個世界被絕望籠罩之時，人類不要放棄心中的希望。3個光之戰士會帶着人類的希望，於絕望中誕生奇蹟。說到這裡，你停了下來，伸手搭在武藏的肩膀上，一臉笑容的說道，大概就是這些。至於這些話裡的真正含義，德拉西翁沒說，只是讓你們自己去悟，讓人家去猜，很有意思嗎？我最恨猜謎語了。大河望一臉不爽的走了上來，見狀你聳了聳肩，接着說道，德拉西翁被稱為宇宙間全知全能的預言家，自然不會全部說明白。作為絕對中立陣營，他能給一些提示已經算是很好。一旁的武藏聞言默默點頭表示認同。此時的你已經取得武藏的信任，可以再進一步獲取赛羅的信任，從而伺机而動謀取海帕杰頓。不多時，你隨眾人來到了一片老舊的倉庫，這裡是 TMU 隊的根據地。接下來隨着劇情的發展，古維拉和戈美斯2隻怪獸從地下鑽出，武藏為了保護孩子們，隨即变身高斯上前迎戰。在 TMU 隊員駕駛的機甲幫助下，高斯很快便跟2隻怪獸講完了道理。但隨後百特星人便駕駛着宇宙飛船出現在天空，並用2發強烈的電流結束了2隻怪獸的生命，然後向高斯發出警告後便消失不見。不久後，城市之外的荒原上，巨大的紅茧已然破裂，模樣猙獰且身體高達500米的巨獸從茧內鑽出。今天是我小寶貝蘇醒的日子，地球上的人類用你們最後的恐懼與絕望迎接我的杰頓寶貝吧。宇宙飛船上，百特星人正向全宇宙宣告着杰頓的誕生。在杰頓從紅茧蜕变为幼虫之後，腳下的戴拿石像也被他隨意打飛出去。而此時距離杰頓一段距離的小山坡上，武藏和小舞等人正在悄悄觀望前方。此刻，小舞手上拿着一個石化的閃光劍，上面正閃爍着一點微弱的光芒，是光芒，是戴拿體內殘存的光芒在呼喚。武藏見此一臉興奮，隨即便從小舞手中接過閃光劍，然後變身高斯向海帕杰頓的方向衝去。中央控制室內，百特星人看到山坡上出現的光芒，立刻對海帕杰頓幼蟲下令。緊接着，海帕杰頓幼蟲肩部2個黃色發光晶體不斷對高斯噴射出1兆度火球。見狀，高斯絲毫不敢應接，只得閃身躲避。然而，面對源源不斷襲來的1兆度火球，高斯還是不小心的挨上了一發，當即就從天空掉落在地上。隨即，海帕杰頓幼蟲一個撲擊過去，2把巨大的鐮刀劈落而下。幸好高斯反應足夠快，就地一滾，險之又險地躲開了這一擊，但手中的閃光劍卻掉落在地。見此情景，一旁的小舞快速朝閃光劍的位置衝去，他要將閃光劍還給戴拿，讓戴拿與高斯聯手戰勝面前這隻巨大的怪獸。TMU 隊的隊員也駕駛着機甲跟了上去。然而，正當2台機甲落在閃光劍的位置，想要去拿回閃光劍的時候，海帕杰頓幼蟲卻發現了他們。面對斬落而來的鐮刀，駕駛員完全沒辦法操控機甲躲避，只能眼睜睜看着鐮刀在自己的眼裡不斷放大。然而就在此時，一團金色的光芒落在機甲前面，赛羅的身形骤然出現，巨大的鐮刀和赛羅雙重劍對撞在一起，恐怖的衝擊波直接將周圍的塵沙掀起。就在2人對峙的過程中，信奈一咬牙，從機甲跳到地上，將閃光劍撿起，然後對着赛羅大喊道：“奧特曼，快帶我們去戴拿的石像邊！”聞言，賽羅目光迅速在這片戰場掃過，很快就鎖定了一個奧特曼的石像。確定好目標，賽羅直接擺脫海帕杰頓的糾纏，向天空飛去，然後快速朝戴拿的石像靠近。在飛過戴拿石像的時候，賽羅一把將地上的戴拿石像撈到懷裡，然後張開手心朝信奈示意。見狀，信奈直接將手裡的閃光劍朝戴拿石像的胸口拋去，在半空中，實質化的閃光劍發出了光芒，最終沒入戴拿的胸口之中。下一刻，金色的光芒自戴拿石像上綻放，剛復甦的戴拿格外勇猛，一度以絕強的實力打得海帕杰頓幼蟲節節敗退。隨後在3奧聯手之下，伴隨着一聲劇烈的爆炸，海帕杰頓幼蟲倒在地上，暫時沒了動靜。見此一幕，山坡上的小舞等人紛紛歡呼起來，但站在遠處的你此刻表情卻異常平靜，因為你知道，接下來真正的絕望該出來了。下一只見百特星人的宇宙飛船迅速鑽入了海帕杰頓幼蟲身體中，緊接着一股紫色的電流開始自其背部擴散。下一刻，一股漫天的煙塵將所有人的視線遮蔽，伴隨着百特星人興奮無比的喊叫聲。當煙塵逐漸散去，完全體的海帕杰頓便出現在眾人面前。此刻，你雙眼死死盯着海帕杰頓，這就是你的備選之一。只要能將海帕杰頓封印進你的體內，那你的實力絕對不會再擁有混沌的托雷基亞之下。而接下來事情的發展也不出所料，3奧被完全體海帕杰頓徹底碾壓，然後隨着七彩能量在天空匯聚，賽迦的身影出現在了這片荒原之中。雙方的戰鬥打得有來有回，但隨着戰鬥的深入，哪怕是完整形態下的海帕杰頓，其體內的百特星人還是從賽迦身上感到一股難以言喻的挫敗感。可惡，這到底是什麼？為什麼我的海帕杰頓已經達到如此程度，還是無法擊敗他？既然一個不行，那我就多叫幾個。突然間，海帕杰頓背後一連射出6道索菲亞光彈，隨即分化為6隻怪獸，現場包括海帕杰頓在內，一共擁有7隻怪獸。見狀，你的眉頭突然皺起。原劇情中只是出現5隻怪獸，分別由5個奧特兄弟對付，但現在卻出現了6隻怪獸，這是什麼情況？而這時，6隻怪獸的出現，加上1隻海帕杰頓，讓眾人為賽迦感到擔心。突然，一道渾厚的聲音驟然在眾人身後響起：“別擔心，我們一定會獲勝的。”眾人聞言齊齊轉身，就見5道人影漂浮在半空中。你早就感知到5人的光芒，並且你也看過劇本，自然不會被這種場面嚇到。而正當他們想要發表一段上陣前的感言時，卻突然頓住，目光齊齊望向遠處的你。你的身上有光的氣息。誅星團率先開口：“你也是奧特戰士嗎？”北斗目光炯炯，像是要將你看穿一樣。既然你在這裡，那就和我們一起戰鬥。這裡剛好有6隻怪獸，我們5人加上你，剛好每人對付1隻怪獸。鳳元面容蒼老，但卻更加有一種不怒自威的感覺，說出的話朝氣十足。面對5個站在光之國巔峰的奧特兄弟，
你的臉上不見任何懼意，淡然地看着他們。我不清楚你们在說些什麼，但我身上確實有超古代戰士的基因，我也有某種預知的超能力，只是我不是奧特曼，不能和擁有神光棒的袁大古一樣變身為奧特曼。這裡你對5個奧特戰士撒了一個謊，並以袁大古為由測試了一下早田進，事情果然如你所料的一樣。聽到袁大古3個字，早田進的目光和藹了不少。超古代戰士基因嗎？這我倒是有過一些了解。既然如此，就由傑克來對付2隻怪獸吧，畢竟他也擅長1對2。此話一出，香秀樹眼裡閃過一絲優越，但因為是曼哥哥開口，他也沒有去反駁。既然如此，我們就快點上去解決那些怪獸吧。鳳元一如既往的暴躁，抬手亮出獅子之瞳，高喊一聲雷歐。伴隨着他的聲音落下，那如獅子般的奧特戰士出現在這片荒原之中。其他4人見狀也沒有耽擱時間，齊刷刷的變身落在雷歐身邊。你去對付海帕傑頓，這些怪獸交給我們。賽文看向賽迦說道。聞言，賽迦朝眾奧點頭，隨即一個超加速上去，再度與海帕傑頓站在一起。其餘奧特曼也各自匹配自己的對手。看着前面的戰場，你臉上掛起了一抹難以言喻的笑容。事情開始變得有趣起來了。以原劇情來看，奧特兄弟挑選好自己的對手後，海帕傑頓會與賽迦離開荒原，進入城市大戰。可這裡海帕傑頓並沒有離開荒原，而是時不時瞬移到奧特兄弟身邊，嘴上一鉗子，明智的做法，以敵人的隊友吸引敵人的注意，趁機發動致命一擊。這個百特星人還不傻嗎？對於百特星人的這個舉動，你給予了肯定，但你可不想看到海帕傑頓擊敗賽迦的一幕出現，甚至賽迦擊敗海帕傑頓的結局，你也不想看到。你要的是雙方兩敗俱傷，這才符合你的計劃。砰砰砰！海帕傑頓不斷游走在戰場裡，用巨大的鉗子將5個奧特兄弟擊倒在地，其中傑克挨的打最多。本來他需要應對的怪獸就比其他人多一個，現在被海帕傑頓重擊一下，頓時就坐不住了，接連吃了布萊克王 EX 雷德王的大招，頓時就被轟倒在地，陷入險地。這時賽迦瞅了一眼傑克的方向，但卻始終不敢就這麼去幫忙。一旦他去了傑克那邊，海帕傑頓就會對其他奧特兄弟動手。見此情景，你並沒有在此刻選擇出手，但也沒有再進行沉默。賽迦找機會打掉他的翅膀，只要他的翅膀被砍斷，速度就會慢一大截，而想要擊斷他翅膀也非常簡單，不斷對他發動攻擊。以百特星人的身體素質，他無法長時間與你比拼。此話一出，百特星人頓時勃然大怒。海帕傑頓黃色的發光晶體死死盯着山坡上的你，小子，你找死！還不等他說完，賽迦就一個超加速上來，並迅速對其發動超高強度的轟擊。砰砰砰！海帕傑頓面部發光晶體在短短1秒鐘的時間裡，就接連遭遇到幾百拳的攻擊。隨即賽迦一擊上勾拳，直接將海帕傑頓打上天空，然後一個超級加速來到其身後，接上一套完整大宇宙真空戰。海帕傑頓被打得毫無還手之力。看到這一幕，你也再度開口：海帕傑頓，拋棄掉弱小的百特星人，你才能擺脫滅亡的命運，否則你的誕生之日也將是你的滅亡之日。此時被賽迦打得節節敗退的海帕傑頓，面部的黃色發光晶體突然亮起，似乎理解了你的話。見狀，你接着說道：百特星人就是在拖累你，並且將你帶入毀滅的漩渦。但我知道剛誕生出來的你對於這個世界很陌生，需要朋友。如果你不介意，我願意當你第一個朋友。聞言，海帕傑頓眼裡閃過一抹異樣的光芒。而此時的百特星人似乎是感受到了海帕傑頓有背叛自己的心思，立刻暴跳如雷，破口大罵：海帕傑頓，別忘了是我締造了你，我給了你生命，我才是你的創造者，可你只是將他當作工具，絲毫不管他的死活，一切都只是為了滿足你統治宇宙的野心。你繼續插刀：海帕傑頓，我們可以成為朋友，成為互相的依靠，我會一直在你身邊，直到世界終結，哪怕是全世界與你為敵，我也會在你身邊。我不會限制你的自由，因為自由是你的權利。不管是鑽石星系的爆炸，還是出現在黃金銀河的極光，只要你願意，我都可以陪你去看。話落，整個荒原陷入死一般的寂靜，就連還在戰鬥的奧特兄弟手上的動作也是微微停頓了一分。在場的所有人更是以奇怪的目光看着你，這是在幹什麼？表白海帕傑頓，這個世界是瘋了嗎？此時此刻，就連賽迦都感覺自己的腦子有些不夠用，這還是奧片嗎？怎麼感覺變成愛情片了？就在這時，海帕傑頓面部黃色的發光結晶體驟然間光芒大放，隨即百特星人只覺得天旋地轉，然後就莫名其妙來到海帕傑頓體外。與此同時，一個有着七彩光芒的拳頭不斷在他的視線裡放大，伴隨着一聲不甘的咆哮，百特星人在賽迦的拳頭之下轟然炸開。用百特星人替自己擋下一擊之後，海帕傑頓一個瞬間移動出現在你的面前。接下來，時間仿佛在這一刻靜止下來，海帕傑頓的巨鉗與渺小的人類拳頭對碰在一起，仿佛形成了一幅世界名畫。見此一幕，你突然感覺海帕傑頓似乎通人性，甚至覺得可以適當改變原本的封印路線，將海帕傑頓封印進自己體內。雖然好，但按托雷基亞獲得混沌的表現來看，絕对會影響自己心智。不如合作共生，將終末之眼做成一個借力的道具，可以向海帕傑頓借取力量，這樣一來無疑更加安全。想到這裡，你對着海帕傑頓說道：雖然不知道你想對我表達一些什麼，但現在我們要去一個地方，找一個老奸巨猾的家伙算賬。你雙眼透露出兇惡的目光，非常期待自己帶着海帕傑頓再見到托雷基亞。對方臉上的表情，面對你真摯的邀請，海帕傑頓欣然同意，甚至伸出大鉗子，想讓你站在自己手上。慢！就在這時，賽文一發光線解決掉龐頓王後，迅速來到海帕傑頓面前，並且大手一揮將其攔下。這只傷害人類的怪獸不能離開這裡，哪怕主兇是百特星人，他也算是幫兇。賽文站在海帕傑頓面前，正義凜然地朝賽迦開口：海帕傑頓既然做了百特星人的幫兇，對地球上的人類造成了傷害，那麼即便他想要改邪歸正，也得接受審判，在宇宙監獄關押足夠的時間。賽文很清楚自己不是海帕傑頓的對手，現場唯一能制服海帕傑頓的，也唯有面前的賽迦。賽文說出這些話後，賽迦雖然沒有立刻對海帕傑頓動手，但現場的氣氛卻一下子變得凝重起來。哈哈哈哈！就在
在這時，你突然大笑起來，目光在赛文身上打量了一會，隨即開口道：“果然是正義的光之戰士，當初的蒙馬爾特文明就是因為傷害了人類，而在正義的鐵拳下湮滅於歷史長河中的吧？好一個冠冕堂皇，好一個正義的侵略者，好一個正義的赛文奧特曼！”此話一出，赛文身子一僵，目光落在你的身上，聲音都有些顫抖：“你是怎麼知道這個的？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為。世界上沒有不透風的牆壁。”你的目光非常平淡，但每一句話都直刺賽文的靈魂。在某個平行宇宙，地球的原住民是蒙馬爾特文明，而後來的侵略者将蒙馬爾特人民击敗，驅逐他們進入海底生存。作為行星觀察員的赛文，本不應該介入星球之間的矛盾，但他卻偏愛人類，將蒙馬爾特文明毀滅。赛文也因此上了宇宙法庭，作為第一個被執行關押與黑暗星雲囚禁。现在你将這個事件翻出來，就是想要直擊賽文的內心。就到這時，轟轟轟，接連不斷的爆炸響起，其他奧特兄弟各自將自己的對手幹掉，全都來到了賽文身邊。賽文，初代伸手搭在赛文肩膀上，目光卻落在你的身上，辯駁道：“賽文那是雖然做錯了，但他也接受了懲罰，而海帕傑頓也該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責。”你沒有理會初代的話，而是轉頭看向一直沉默不語的賽迦。這裡唯一能打敗海帕傑頓的只有賽迦，你也是這種態度嗎？一定要讓海帕傑頓進入宇宙監獄？我可最後聲明一下，這場戰鬥本該就此結束，如果再打起來，恐怕難以收場。然而初代的態度卻很堅決，任何人都該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如果海帕傑頓不願意跟我們去宇宙監獄，那我們也將奮戰到底。你沒有理會他，只是一味地看着賽迦。然而賽迦卻一言不發，只是一味凝聚七彩炫光。見狀，你悠悠一嘆，聊了這麼多，終究還是避免不了一戰。宇宙監獄對於海帕傑頓其實是可有可無的，但揪着這一點不放，你們真的很不明智。其實他是不願意與賽迦對戰，絕望和奇蹟相對，加上背地裡不知道有多少大佬盯着這，就這麼結束是最好的結果。同時你也可以避免暴露更多。想到這裡，你接着說道：“我這裡有一個方法，其結果與你們將海帕傑頓關押進宇宙監獄差不多，不知道你們能否接受？”與關押進宇宙監獄差不多。眾奧聞言，不由得一愣。我可以將海帕傑頓封印進我自己的身體裡，等你們審判的日期結束，我再將他放出來。說話間，你的目光一直在與海帕傑頓對視，仿佛是在安撫他一樣。然而五奧就這麼靜靜看着你，一言不發，似乎是在思考這個封印是否有意義。而你也直接無視了五奧，轉頭詢問賽迦的意見。如果你不反對，那我的封印就要開始了。但賽迦卻還是沉默不語，目光始終平淡。既然你什麼話都不說，那我就當你默認我封印的行為。海帕傑頓，我開始吧。隨即你張開手臂，任由化為一團黑霧的海帕傑頓鑽入你的身體。然而就在這時，賽迦突然一個閃身，出現在海帕傑頓化為黑霧的邊緣，左手劃出一道光刃猛劈而下。瞬間，海帕傑頓發出一道痛苦的悲鳴，緊接着無數光芒從黑霧中迸射而出，並在七彩光芒的包裹下落於城市之中。這是存在於海帕傑頓內部空間的地球人。在這些人類被解放出去之後，海帕傑頓瞬間陷入狂暴狀態，一度要與賽迦決一死戰。賽迦，要被你害死了，早不幹晚不幹。在我封印的時候你玩這一手，你只能極力安撫海帕傑頓的情緒，可海帕傑頓似乎被無數的負面情緒影響，腦海裡就一個念頭：幹死賽迦，真的要被你害死了。見此情景，你快速掏出终末之眼，朝前面的賽迦喊道：“將它打進我的身體，快！”這一刻，赛迦似乎通了人性，右手亮起七彩色的光芒，猛地砸在暴動的黑霧之上。下一刻，全部黑霧一股腦的被轰進你的體內。揮出這一擊，賽迦極限拳後，賽迦的身軀泛着七彩光芒，隨即一分為三，化為賽羅、高斯、戴拿三人。此刻，戴拿双手環胸，對身邊的高斯說道：“海帕傑頓體內有着地球上的人類，那一刀斬出的時機完全合適，這樣一來，所有生命都會回來。”可是他，高斯想說些什麼，卻被身邊的賽羅打斷。他也是奧特曼，並且有封印的裝置，應該是能將海帕傑頓封印進自己體內的。說到這裡，賽羅臉上露出了不解的神情。讓我感到疑惑的是，那家伙和貝利亞幾乎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在他們合體為賽迦之後，便擁有了奇蹟的力量。你即便再怎麼偽裝，在奇蹟之力的探查下，也暴露出自己是光的本質。這一點我一定要弄明白。不久後，光之國，此刻赛罗正朝着光之國的圖書館走去。赛文見狀，不由得發出感嘆：真是難得。經過上次一戰之後，赛罗果然變了很多。赛文身着紅色披風，站在瞭望台上，觀看着賽羅的動向。一旁的雷歐聞言，長嘆一口氣：看來你說的沒錯，賽羅果然變了很多。上次的事件應該對他的心靈產生了衝擊，不過也正常，整個世界都差點覆滅了。現在的他估計是想借進入圖書館學習為由，推脫戰鬥。這樣對於激起一個男人的鬥志，我非常有經驗。你將赛羅再送到 K76 星來，我和阿斯特拉給他好好上一課，讓他重拾戰鬥的熱情。聞言，赛文只是用凶厲的目光盯着雷歐：你小子的心思我還不清楚。當初在 K76 星為赛罗訓練，你特麼是真下死手的練。雷歐非踢都和批發的一樣，不要錢的踹個不停。真當我沒有偷偷去 K76 星看過。而正在兩人交流的時候，進入銀之圖書館的赛羅已經獲得了自己想要的資料，並從裡面走了出來。去看看赛罗吧，如果他遇到困惑的事情，我們正好可以為他解惑。說完，二人直接飞到了赛罗身邊。赛罗，你最近是不是很迷惑？見赛文和雷歐出现，赛罗当即将自己心中的疑惑向两人敘說，期待得到這些老奧特曼的答覆。貝利亞有兒子嗎？聞言，賽文和雷歐對視一眼，腦袋上滿是問號。貝利亞的兒子，你為什麼會這麼問？你是發現了什麼嗎？賽文疑惑地問道。上次那個和你頂嘴，將你老底拔出來的家伙，你還記得嗎？賽羅直言不諱地說道。他這次進圖書館，不僅僅是查了貝利亞，還將賽文以往的事跡查了一遍，其結果就是他老爹賽文真幹過滅絕文明的事情。賽羅無論如何也想不到，看着非常正派的老爹，居然還幹過這檔子事情。而荷包能精準無比地說出這些陳年往事，那就證明荷包的年紀絕對不小。如果與貝利亞有關係，那肯定是貝利亞被關入宇宙監獄之前留在外面的子嗣，就是不知道貝利亞知不知道荷包的存在。而此刻，赛文聽到赛羅提起你，臉上瞬間流露出嚴肅的神情。你要說的事情和他有關？對，賽羅點點頭，將自己查到的資料全盤托出。我與戴拿高斯合體成賽迦之後，用奇蹟之力看穿過荷包，他身上有濃郁的光之能量，其樣貌與貝利亞未墮入黑暗時的樣子一模一樣，所以我
懷疑荷包有沒有可能是貝利亞的兒子？不可能，絕對不可能。聞言，賽文一口否決，貝利亞是不可能有兒子的。如果他有兒子，為什麼他在宇宙監獄的時候，他這個兒子不來救他？按理來說不該如此，但有沒有可能？荷包並不知道貝利亞是他的父親。賽羅盯着赛文，說出自己心中的猜想。怎麼可能？哪有人不知道自己親生父親是誰的？話說到一半，赛文意識到什麼，立刻閉口。這樣吧，我將這事匯報給大隊長，他肯定知道這其中的內幕。說着，賽文轉身就走，顯然是不想和兩人糾纏兒子不認識爹的事情。賽羅望了一眼等离子火花塔的方向，喃喃自語道：或許我該找他談一談，也許能將他拉入光明。就算進入我的終極賽羅警備隊，也不是沒有可能，但前提是要通過考驗。此時，深邃無比的宇宙中，一艘宇宙飞船正以極快的速度朝某個方向进發，而你正站在窗戶前，眺望着宇宙中的風景，也不知道托雷基亞那家伙跑哪裡去了。此前，在你成功融合完海帕杰顿後，也曾回到伊卡諾斯星的實驗室，但托雷基亞早已不見蹤跡，而你也從他留下的投影中得知，此時的托雷基亞已经成功將混沌格里姆德封印在了体內。而此時，你正坐在前往欧50星的宇宙经济艙裡，因为考慮到自己一個人在宇宙中飛，容易遇到宇宙海盜，於是你便選擇乘坐宇宙飛船前往。就在此時，一道尖銳的聲音在你身後響起，你聞聲轉身看去，就見一個打扮極為紳士、頭戴一頂黑色禮帽的男人來到你的面前。很快，你們二人便聊起了宇宙海盜這個話題，但隨後在提到最近幾百年新冒頭的宇宙悍匪時，男人突然湊到你的面前，壓低聲音神秘兮兮地說道：托雷基亞你認識吧？根據我得到的小道消息，那叫托雷基亞的是一個奧特曼，只不過見到他真面目的人都死了，我還是花了大價錢從宇宙情報商那裡得到的一點消息。奧特曼而已，沒必要這樣吧？聽聞此話，你臉上的笑容依舊不變。對於宇宙悍匪托雷基亞，你可是再熟悉不過了，因為你每次出去打劫的時候用的就是托雷基亞的名頭。於是乎，宇宙悍匪托雷基亞就這麼慢慢被坐實了。現在這個男人在你面前提這個，你倒是想看看對方想幹些什麼？男人對你這副平平淡淡的樣子很是不滿意，你怎麼就是想不明白？奧特曼都開始當宇宙海盜了，還不知道有沒有其他奧特曼當呢？這宇宙中的大形勢一天一個樣，誰也不知道哪天自己就會遇到那些宇宙海盜，所以提升個人實力就顯得尤為重要。見對方話裡沒有一句重點，你抬手打斷他說道：你就直說，要推銷什麼東西吧？這位先生真是痛快人。既然如此，我們直入主題吧。鄙人查理加是一個怪獸商人，此次過來是想向你推銷我們新抓獲的怪獸。查理加一邊說着，一邊將自己的箱子打開，露出裡面的3枚膠囊。這第一枚膠囊裡裝的是宇宙凶險怪獸凱魯比姆，不管是近戰還是遠戰，都是1等1的上品怪獸，售價300萬宇宙幣。這第2枚則是宇宙大怪獸貝蒙斯坦，與常見的貝蒙斯坦不同，這只格外凶猛，一般奧特曼都不是其對手，售價500萬宇宙貨幣。這第3枚出自佩丹星的宇宙機器人金古橋，物理防禦堪稱一絕，一般攻擊對他根本不起效果，甚至賽文奧特曼都曾經敗在金古橋手上，售價800萬宇宙幣。如果顧客要買3只怪獸，我可以給你打個9折。如果你全部沒有看上，但心裡又有想買的怪獸，可以給我留下聯繫方式，我一找到你想要的怪獸就會聯繫你。見狀，你摸了摸自己的下巴，抬手將箱子合上，但也沒有將手直接從上面抽走。這3只怪獸實力都還可以，我挺滿意的。那是，還不等查理加說完，他就感覺手上一輕，低頭看去，手提箱已經到了你的手上。這位客人，你是想全要？查理加雙眼一亮，這可是一筆大生意，他也是沒想到在這小小的宇宙船裡還有這種大客戶。對，你說的沒錯，3只怪獸我都要了。你之前說可以根據客戶的要求捕捉相對應的怪獸，對，只要你提供怪獸的種族特徵以及你的要求，我們就會按你說的去捕捉或是收購對應的怪獸。查理加此刻已經樂開了花，這麼棒的優質客戶，他還是第一次遇見。尊貴的客人，不知你要的怪獸是什麼？我要的怪獸是杰頓的強化體，是 X 杰頓嗎？聞言，查理加瞪大了雙眼。對於宇宙中的 X 杰頓，他可是略有耳聞的。就他擁有的信息裡，奧特之王在岩之谷養了一隻，只不過被夢比優斯和機械扎姆幹掉了。不過對於他宇宙怪獸商人來說，只要客戶提出需求，他就有辦法去完成。誰料你搖搖頭，表示並不是 X 杰頓，我要的是海帕杰頓。海帕杰頓。查理加挠了挠頭，想破腦袋也沒有想到有這種杰頓的強化體，於是他急忙問道：這種強化體，哪怕我作為怪獸商人也從來沒有聽說過，真的有這種名為海帕杰頓的杰頓強化體？有的。只見你拿出一個 VCD 丟給查理加，打開看看，上面就是我要的海帕杰頓，是嗎？查理加起初還不以為意，但等他播放 VCD 之後，臉上的表情徹底變了。這是海帕杰頓？不，怎麼可能有這麼完美的怪獸？這身姿，這品相，這蔑視眾生的氣場，說是神也不為過。這就是海帕杰頓嗎？簡直是最完美的怪獸。查理加臉上帶着痴迷的表情，眼裡是無比的火熱。怎麼樣，有眉目了嗎？能不能在宇宙中搞到這種怪獸？恕我直言，哪怕是杰頓星人，他們也造不出這種類型的杰頓進化體。唯有對杰頓研究更深的百特星人，才有一點機會研究出這種完美個體。而且這種百特星人還是百特星人一族中萬年不出一位的天才級人物喲，還挺有見識。杰頓星人懂錘子杰頓，百特星人才是 YYDS。你作為怪獸商人，能從百特星人那裡搞到海帕杰頓嗎？聞言，查理加低頭沉思片刻，給出了答案。從百特星人那裡搞一只海帕杰頓倒是沒問題，但要是像視頻裡這種，恐怕是絕對不可能再複製出第2只。話說到一半，查理加頓住了，因為他驚訝地發現，你正將裝有怪獸的膠囊丟進嘴裡咀嚼。見狀，查理加的臉瞬間變白了。作為怪獸商人，什麼陣仗沒有見過，但第一次見有人就這麼吃怪獸。但查理加不知道的是，你之所以能夠生嚼怪獸膠囊，也是源於你體內封印的海帕杰頓。作為吃下 N 只怪獸才誕生的特異種，體內自成空間，是用來消化怪獸的不二之选。喂，怪獸商人查理加，還有怪獸嗎？你在呆愣的查理加面前揮了揮手，查理加這才回過神來，隨即搖頭說道：我身上只帶了3只怪獸，都被你吃了。那好吧，那等你找到海帕杰頓再來聯繫我。說着，你就給了他一個宇宙暗網的聯繫方式。轉身就要離去的時候，查理加叫住人：等一等，客人，你還沒有結賬呢，是嗎？差點忘了。只見伸手在查理加的額頭上輕輕點了一下，隨即轉身離去。見狀，查理加一個閃身來到你面前，隨即手裡掏出
出一把雨傘，然後用傘尖對準了你。而正當他想給你一點顏色看看的時候，兜裡的通訊器突然響起一道訂單信息。然而當查理加掏出通訊器，卻驚愕地發現自己這個訂單是剛加的聯繫人，而 ID 名稱瘋狂科學家，上面的訂單信息是海帕傑頓。此刻查理加的手開始顫抖起來，連帶着通訊器都差點掉在地上。這個瘋狂科學家的 ID 名不是其他人，正是托雷基亞在宇宙暗網上的 ID。緊接着，只見你伸頭貼在查理加耳邊，發出惡魔般的低語：我剛才在你身上種下了一個定位訊號，你無論跑到哪裡，我都能找到你，所以我交代的事情你最好給我辦好。其實剛才將膠囊裡的怪獸吃掉，自然不是因為你肚子餓，而是在做一些嘗試。海帕傑頓是靠吃怪獸慢慢進步，甚至連奧特曼的能量也能吸收。現在海帕傑頓封印在你體內，而你將怪獸吃進肚子，會不會也能如海帕傑頓一樣得到進化呢？所以你就嘗試吃下第一隻怪獸，在第一隻怪獸進入肚子，立刻就有一股黑霧出現，將其分解成精纯无比的生物能量，這是實實在在的提升自己的實力。等以後吞噬到一定程度，哪怕不需要海帕傑頓，你也能在宇宙中橫着走。只是3隻怪獸下肚，提升並不是很大，只要吞噬的怪獸足夠多，就能讓量变引起質变，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積小流无以至江海。這些道理你還是懂的。除了自己在宇宙中尋找怪獸之外，眼前的怪獸商人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只見你伸手在查理加的肩膀上重重拍擊了2下，然後轉身離開了人群。望着你離去的背影，查理加只感覺自己後背的衣服已經被冷汗打濕，膝蓋一軟，癱坐在地上。然而正當查理加起身想要離開這裡的時候，一群人來到了他的面前，為首之人正是泰羅奧特曼。怪獸商人查理加，你事發了，跟我們走一趟吧。今天到底是什麼日子？倒霉的事情一件跟着一件上门，查理加都快哭了。上一秒才從托雷基亞的拗口脫險，下一秒就遇見正義泰羅，今天是和奧特曼犯衝嗎？查理加，你的罪責我們都已經查清，並掌握十足的證據證明你是怪獸商人，束手就擒吧。泰羅身邊一個宇宙警備隊成員上前一步進行公式化的宣講，什麼罪責我根本不知道，還有你们口裡的怪獸商人我也什麼都不知道。查理加耿直脖子，裝傻充愣，始終不肯承認自己怪獸商人的身份。你們有什麼證據證明我是怪獸商人？你們可是正義的奧特曼，可不能诬陷於我。查理加一邊嘗試拖延時間，一邊用眼角的餘光尋找逃生的出路。誰料泰羅一眼看破他的計劃，直接大手一揮將他拿下。見狀，查理加眼珠子差點瞪出來，他怎麼也沒想到泰羅會這麼果斷，一點機會都不給自己。等等，這裡有宇宙通缉犯，不僅有，還是最高一級的甲級戰犯。托雷基亞，快救我！只要你能救我，那我可以在1個月的時間為你奉上30隻怪獸。尖銳的叫聲在宇宙飛船裡回盪，而泰羅聽到托雷基亞4個字後，也是短暫愣神了一回，隨即他立刻在宇宙飛船裡尋找托雷基亞的身影。托雷基亞，不管你在宇宙中經歷了什麼，都不是你如此肆意妄為的理由。環顧四周，他還是沒有找到查理加口中的托雷基亞，甚至於他都以為查理加在忽悠自己，以方便自己趁亂逃脫。可是查理加接下來的行為卻讓泰羅一愣，只見查理加對着人群中的一道身影立刻大喊道：托雷基亞大人，快救救我！聞言，泰羅順着查理加的視線朝人群看去，就見一個十分神秘的人正朝查理加走去，這就是查理加口裡的托雷基亞。泰羅感覺自己的腦子有些不夠用，托雷基亞怎麼會是這個樣子？雖然這家伙被查理加稱為托雷基亞，但他並沒有在這人身上感到絲毫熟悉的感覺。隨即他想通了，如果這個家伙是托雷基亞，那就證明在宇宙中到處作亂的甲級戰犯不是他的好朋友托雷基亞，一直以來打着托雷基亞名號幹壞事都是這個與托雷基亞重名的人。站住！2個宇宙警備隊隊員攔在你的面前，並且還一臉嚴肅地詢問：你是宇宙中甲級戰犯托雷基亞嗎？看着攔路的2個奧特曼，你臉上露出和善的笑容。我不是甲級戰犯托雷基亞，我就是一個看戲的，我的真實名字叫賽迦。賽迦！2個宇宙警備隊隊員互相對視一眼，他們似乎還沒搞清楚地上的查理加為什麼稱呼此人為托雷基亞，對方又說自己是賽迦，你到底是什麼人？這時泰羅走了上來，指着地上的查理加，他為什麼叫你托雷基亞？你和最近在宇宙中鬧得沸沸揚揚的托雷基亞有什麼聯繫？你聳了聳肩，無奈道：可能是他想發散你的注意力，趁機逃跑。不信你再詳細審問一下他，是嗎？泰羅一臉懷疑的轉身朝查理加走去，一副要審問對方的樣子。就在這時，你突然發動攻擊，一拳朝泰羅的後腦勺揮去。然而泰羅仿佛早有預謀一般，快速轉身的同時，右手匯聚能量，一拳砸出。小樣，我征戰地球的時候，什麼樣的宇宙人沒見過？就你這種卑劣的伎倆，還是省省吧。但很快，泰羅的笑容僵住了，他的蓄力一拳並沒有打中實體。與此同時，一道調笑般的聲音在泰羅身後響起：這就是鼎鼎大名的泰羅嗎？連我的衣角都摸不到，真是太令我失望了。感受着你身上散發的黑暗气息，泰羅臉上露出不美好的回憶。上一與黑暗戰士戰鬥，還是在宇宙監獄前，那一次他被打得很慘。黑暗戰士，我一定要將你抓入宇宙監獄。泰羅右拳捏緊，骤然間快速揮拳，朝着你迅速發起攻擊。可他的攻擊始終沒有命中，每一次攻擊都打在空氣上，讓他有種有力無處使的感覺。難道你就只會躲嗎？躲，我怕我稍微用力一點，你就趴地上了。說完這句話，你也不再躲避，隨手抓住泰羅揮來的拳頭，直接將泰羅按倒在地上。見狀，2名宇宙警備隊隊員立刻朝你發動攻擊，但你只用一擊便輕鬆將2人解決。另一邊的泰羅剛恢復一些狀態，就見2個奧特戰士在自己面前被打熄燈，頓時憤怒無比。可惡的家伙！奧特炸彈話落，瞬間泰羅渾身燃燒起高溫火焰，以極快的速度朝你衝去。奧特炸彈，光之國的禁術，可惜啊，你連碰我一下都難，又怎麼可能炸到我？你隨手拎起地上的查理加，在泰羅來到自己面前時，朝他做了一個道別的手勢。正義的光之使者泰羅奧特曼，我們下次再見，希望你下次還能給我表演一場煙花秀。話音剛落，你就連帶着查理加消失在泰羅面前，再出現時已經是在宇宙飛船外面。然而，就當你以為成功擺脫泰羅之時，泰羅的身影已然出現在你的身後，並朝着你快速衝來。見狀，宇宙警備隊的其他隊員臉上都帶着擔憂之色，一旦
使用奧特炸彈，就代表泰羅被逼入絕境，並且這一擊如果沒有擊敗對手，那泰羅將無再戰之力。托雷基亞大人，泰羅，他衝過來了，你快瞬移啊，不然我們都會被他炸死。見泰羅帶着奧特炸彈過來，查理加害怕極了，一個勁的催促。此時，就當泰羅拒你一臂之遙之時，你臉上卻露出一抹嘲弄的神情。不好意思，我這個人不喜歡別人接觸我，所以你慢慢玩吧。下一刻，你便消失不見。泰羅撲了一個空，此刻他身上的能量達到臨界點。可惡！伴隨着泰羅不甘的怒吼，他在漆黑的宇宙中化為了無比絢麗的火花。宇宙中，一顆漂浮的隕石上，奧特炸彈的威力確實可以，爆炸的煙火也是極為的絢麗。這個畫面記錄下來，以後送給那個家伙看看，希望他會喜歡。查理加臉上被火光照耀，心中震驚的無以復加。這就是托雷基亞，這就是宇宙甲級戰犯的含金量，將名震宇宙的泰羅奧特曼玩弄於股掌之間，舉手投足優雅至極。宇宙中的戰犯等級一共有4個等級，甲乙丙丁，但我感覺托雷基亞大人被評為甲級戰犯，不是他只能到甲級，而是等級只有甲級。這一刻，查理加的內心無比興奮，他指着前面的宇宙飛船，情緒無比激動。托雷基亞大人，我們現在就將他們全部滅口吧！滅口！你掃了他一眼，僅僅這一眼就讓查理加只感覺自己即將小命不保。於是，托雷基亞大人，我是怪獸商人，我可以給你提供很多怪獸，只要你饒我一命，我就可以给你提供源源不断的怪獸。1個月60隻？什麼60隻？查理加嘴巴都在打哆嗦。1個月60隻，還不如殺了他。但當看到你那冰冷的眼神，還是慫嗎？60隻有些多，我哪怕拼命去湊集，也最多只能湊集到40隻左右。查理加還試圖商量，可你完全不給他商量的餘地，冷聲道：宇宙中可不止你一個怪獸商人，你不幹，有的是人幹。好熟悉的話，貌似在一顆蔚藍色的星球上聽過，但現在這句話卻關係到自己的性命。如果是湊集60隻怪獸，在質量上可能比較低，數量夠就行。你並不在意質量，畢竟真正質量高的，以查理加的實力也搞不到。就比如加坦杰厄這一類的怪獸，查理加拿頭去弄，目光投向前方，泰羅爆炸的身軀已經重聚，並且他也因為使用奧特炸彈進入到虛弱狀態，胸口的計時器不斷閃爍着紅燈。下一刻，你消失在石頭，再出現時已經來到泰羅面前，你單手抓住泰羅的肩膀，將其舉在半空中。泰羅怎麼說也算是托雷基亞的好基友，教訓一下就得了，你也不會真的給泰羅弄死。而正當你感慨之際，你突然像是感知到什麼，立刻轉身看去，只見身後漆黑的宇宙中突然裂開一個空間通道，緊接着數道光芒從裡面急速飛出，光芒漸漸散去，露出身形，為首的7個奧特戰士格外讓人眼熟。荷包，你是荷包，你怎麼變成這個樣子？我這個樣子不是很好嗎？這都是拜你們所賜啊。赛羅，上次你們中途的那一拳導致海帕傑頓失控，黑暗能量徹底暴走。還不等你說完，地上的泰羅就伸手向其他奧特兄弟艱難地開口道：哥哥們，一起合體拿下這個黑暗戰士。他話音剛落，就有浩大的煙霧狂湧而來，濃煙漆黑無比。泰羅，帶頭大哥佐菲見你和泰羅消失在黑煙之中，立刻大手一揮，一起上救出泰羅。众人得到佐菲的命令，一股腦衝向黑烟，其中的艾斯奧特曼首當其衝，手裡還凝聚出8分光輪，一副要將你分屍的樣子。但只是衝到一半，一道黑影便出現在他身後，隨即大手抓在他的腦袋上，恐怖的慣性帶着艾斯猛地朝隕石上撞去。只聽轟的一聲，一塊漂浮的隕石被撞成碎片，連帶着艾斯的軀體也與隕石的碎片靜靜漂浮在宇宙中。可惡的家伙，接我一招 N87 光線！只見佐菲體內的能量不斷匯聚，隨即自右手釋放而出，光線劃破星空，直直朝你射。你来得正好，你隨即双臂在身前一舉，一個黑洞瞬間出現，将佐菲釋放的 N87 光線全部吞噬。下一个黑洞中又将吞噬的 N87 光線增強返還。什麼？我的 N87 光線被他吸收了？還不等佐菲反應過來， N87 光線就攻擊在他身上，隨即他就被恐怖的爆炸掀飛出去，最終重重撞擊在一顆隕石上。佐菲長官，其他宇宙警備隊隊員見佐菲被對方輕易擊敗，頓時震驚的無以復加。無敵的佐菲就這麼倒下。見此情景，初代立即朝其他人大喊：全體注意，打荷包不能用光線。雖然很是疑惑，你身上怎麼有傑頓的特性，但現在不是糾結這個的時候，得盡快找到艾斯和泰羅，帶着他們與夢比優斯完成合體。只有無限夢比優斯才能逆轉現在的戰局。奧特學院的教授，你在想什麼呢？一道悠悠的聲音自初代身後響起，初代只感覺背脊一陣發涼，巨大的陰影將自己籠罩。驟然間，他做出最原始的本能，轉身揮拳。然而後面那道黑影揮拳的速度比他更快更狠。砰！初代的身體如流星一般在宇宙中劃過，重重撞擊在隕石上，砸出一個巨大的坑洞。短短不到1分鐘的時間，3個奧特兄弟盡數敗北，而你靜靜立於眾奧面前，臉上帶着淡然的笑容。這就是奧特兄弟的實力嗎？真是讓人失望啊！我還以為你們能給我一點不一樣的感覺，可惜，既然你想要不一樣的感覺，那我就給你不一樣的感覺。賽羅飛踢，漆黑的宇宙中，賽羅自上而下，以一招帶火的腿法直踢向你的後背。偷襲，你還嫩了一點，你不閃不避，只是輕輕舉起雙臂，透明的屏障出現在周身。轟！賽羅重重踢在你的屏障上，恐怖的力量讓這透明的屏障出現了道道裂紋，但始終沒有破開屏障的防禦，力氣倒是很大，但還不夠。你輕輕揮手，屏障在這一刻爆裂，同時一股強大的衝擊力連帶着屏障的碎片轟擊在賽羅身上。賽羅在宇宙中旋轉了幾圈，才落在隕石上，穩定一下身形。他的胸口一陣劇烈起伏，海帕傑頓會的技能他基本上都會。難道他所謂的封印，並不僅僅是將海帕傑頓封印進體內？這一刻，賽羅感覺面前的荷包正在漸漸與海帕傑頓的身影重合。上一次他和戴拿高斯3人合體成為奇蹟戰士賽迦，才與海帕傑頓打了一個5-5開，如今只剩下他一人，根本不可能是你的對手。一時間，賽羅感覺到一股陰影將自己籠罩。賽羅，我們兩個貌似沒有什麼大衝突吧，並且我們兩個還曾並肩作戰過。荷包，我們雖然曾經並肩作戰過，但那時候的你還是光明，而現在的你是黑暗。賽羅站立於隕石上，抬手指着上空的你，高聲喊道：你曾經也是光，快給我想起來。光，你緩緩落在一塊隕石上，與賽羅相對而立，兩人的目光對視在一起。賽羅，你還是什麼都不懂，這個世界明明沒有正邪之分，不管
管是光明還是黑暗，正義還是邪惡，都具有相同的價值。光明和黑暗，正義與邪惡具有相同的價值。你在說什麼胡話？你之前可是光。賽羅剛想上前打醒這個說胡話的家伙，身後就爆發出一陣強烈的光芒。佐菲初代賽文、傑克、艾斯以及泰羅，他們6個將自己的能量齊齊注入進孟比優斯的體內。下一刻，在劇烈的光芒之下，孟比優斯身上出現極大的變化，身上浮現出神秘的紋路，這是集齊6位奧特戰士力量於孟比優斯身上的無限形態。無限孟比優斯倒是有意思，不過我可不想和你打。那麼我们下次再見，正義的奧特戰士！哈哈哈哈！在你的大笑中，一個暗紫色的魔法陣出現，隨即你的身形就消失在其中。這家伙見你連交手的意思都沒有，就直接跑路。無限孟比優斯也是恨得牙癢癢，但完全沒有辦法，他們沒辦法直接追擊過去，畢竟無限孟比優斯形態無法長時間維持，等他們一解體就徹底完蛋了。荷包，你這個家伙，我一定要將你從黑暗中解救出來。在他看來，你會變成如今這個樣子，絕對是被體內暴走的海帕傑頓力量影響了心智。之前性格方面雖然有些極端，但還是有基本的道德準則。可現在呢，這個世界沒有正邪之分，光明與黑暗，正義與邪惡都具有相同的價值。這是什麼胡話？想到這裡，賽羅就是狠狠一拳，將漂浮在自己面前的陨石一拳轟碎。肯定是海帕傑頓影響了荷包的心智，不行，我得找機會將荷包的思想掰正回来，就像旧鏡子骑士那樣。赛羅，你沒事吧？解體後的赛文落在赛羅身邊，關切地看着他這個寶貝兒子。沒什麼事，只不過還是荷包那家伙跑了。賽羅雙眼盯着你離開的方向，心中一橫，召喚究極鎧甲附身。賽羅，你不是他的對手。看到這一幕，赛文心中一緊，但賽羅還是在天空打開一個空間通道，隨即快速竄了進去，並留下一句話：荷包不是貝利亞那種邪惡的奧特曼，他有自己的思想，只是被海帕傑頓影響了心智，只要循序漸進，說不定我能說服他放棄黑暗，轉向光明。說完，空間通道便徹底消失，再也沒辦法跟上。隨後，只道身影落在賽文身邊，為首的佐菲伸手搭在他的肩膀上，勸解道：賽羅已經不是以前那個啥都不懂的毛頭小，他長大了，有自己的想法，就讓他去吧。可是赛文還想說些什麼，就見佐菲看向一個方向，赛文跟着望去，只見一個身披銀色披風，渾身上下散發王者之氣的奧特曼緩緩飄來。大王，那個荷包到底是什麼人？為什麼我的M87光線他可以吸收並增幅返還？佐菲問出心中的疑惑。關於荷包的事情，你們不必去管，讓賽羅一個人前往解決就行。奧特之王平靜地說道。聞聽此言，赛文有些擔憂，賽羅完全不是對手，而且性格衝動，我怕賽羅總歸是要成長的。雛鷹只有脫離雄鷹的庇護才能成長，而且誰說賽羅一定無法擊敗荷包？他身上可是匯聚了奇蹟的光芒，只要他相信奇蹟，就不會出事。此時另一邊，暗紫色的魔法空間中，你正靜靜坐在地上思考人生。這片魔法空間是你利用海帕傑頓的力量制造的亞空間，可以用來打破宇宙堡壘，穿梭於其他宇宙。在奧特之王存在的宇宙活動還是太過於危險，與奧特世界的天花板硬碰硬，我還沒傻到那種程度。這裡也沒有個坐標什麼的，我這是到哪裡了？算了，出去看一看再說。以我的實力，只要不是奧特世界的天花板，基本上都沒有問題。就算是去塔爾塔羅斯的大本營，他們的國王沒有蘇醒的情況下，我也能殺個7進7出。隨即你打開魔法空間，從中踏出，然後便出現在一個無人的小巷子。就在這時，你在天空上發現了異常狀況。當看清戰鬥機出現以及駕駛位裡的人影，你嘴角微微上揚。蓋亞的世界嗎？有點意思啊。